爱杜华，你爱财神爷给你赚钱是真的，恨他为什么一直那么红也是真的。都说危机面前的紧急回应很容易暴露企业的底线与人心，就网传王一博不续约乐华消息一出，乐华第一反应竟然是违背一个经纪公司为艺人着想的原则，睁眼说瞎话的，用王一博的收入占比正逐步下降这种虚假信息，企图以带节奏误导抹黑艺人的方式来公关和试图稳定股价。要不是我们看过真实财报数据，王一博从20年到现在营收一年比一年高的占比，数据越来越好，是不是第一反应是王一博顶流下降了呢？不过还好，从内娱到资本市场根本不吃你这套。消一出，乐华单日跌幅达 9.48%， 创下半年内最大单日跌幅，市值蒸发了1/3，较年内高点累计下跌超 53%， 史诗级下跌，名副其实的股价腰斩。就知道王一博到底多大杀伤力了。破了户里飞出的金凤凰，王一博几年给乐华赚了10几亿，最对得起的也是乐华，但很难控制也是真的。而这也是杜华发自内心恐惧的，悬在乐华公司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啊。所以杜华的一些名言，我不希望我公司的艺人太红，唱得太好会显得别人唱得太差，放在团里不和谐。如果有艺人解约，希望行业联合封杀，还真都是他在王一博阴影下发自内心的实话。在这样的心态下，乐华怎么可能真心还希望王一博做得更大更强呢？即使他能让乐华赚得盆满钵满，很多路人以前都不信粉丝说的乐华会故意忽视和打压王一博这种级别的财神爷，但事实就是这个靠王一博养着的公司，一边忽视王一博冷暴力他粉丝，一边又拼命的开启所谓的去王一博化战略经纪公司躺赢分钱，但一点不为艺人考虑，全部的精力都在一会搞 AI， 一会搞虚拟爱豆，一会搞直播带货，一会又在搞杜华营销的老板 IP 化。整个公司从上到下拼命，只想证明自己除了王一博以外的额外价值，既要又要，矛盾又纠结，这才是杜华说的最大的荒谬吧。所以王一博身上一切不可思议的傻，顶流既然没有自己的独立工作室，啥活动出图只要有乐华其他艺人参与，王一博永远都是最后出图的那个傻。顶流竟然会被冷遇，甚至最赚钱的顶流，为什么在内娱中反黑造谣啥的处理永远都是最慢的？有时候甚至用王一博的利益以为了所谓公司利益，去置换公司资源，让王一博这边各种妥协。顶流无惧单打独斗，就怕自己人扯后腿。要不是王一博命硬，火了之后珍惜口碑，硬生生从电视剧代表做到电影圈，从时尚圈到商务圈，从赛车到户外，做一行行一行，全能六边形战士，给点阳光就灿烂，样样拿得出手，怎么还能牢牢占据顶流第6年呢？所以爱财神爷祝你上市赚盆满钵满是真的，恨全网从内娱到资本市场都一致认为你最大价值是王一博的真相也是真的。都说明星合约到期是明星的关键转折点，那王一博合约到期反而是乐华的关键转折点吧。强扭的瓜不甜，强留的约不沾，与其恐惧他打压他，不如让杜华出道，去全身心做杜华概念股吧，这样对谁都好。你们知道你期待大荧幕里的王一博，被王一博大荧幕中的魅力吸引的我更加期待。可是你还记得去年王一博在探索心境中跟陈耳导演说过的话吗？他说要把演员的身份做到极致。在同一期节目中，他还提起自己其他方面的职业规划是赛车手。了解王一博的人知道，也许别人会张嘴就来随便设立目标，但王一博绝对不会，从来没有在正式场合说过一句空话。相信他在说这句话之前之中以及之后，都在为自己设立的目标做着不懈的努力。他一定会把演员做到极致。他说因为看了主竞赛之后，觉得电影像是一种生命的延续。今天我们就从电影主竞赛开始，一起来了解演员王一博对电影艺术的追求。陈耳导演在中国电影金鸡奖艺术评鉴中发文的结尾处写道，电影通常在片尾字幕升起时死去，非常少的电影除外，在片尾字幕升起后依然幸存下去，这种幸存像是某种恩惠，值得更多的神圣烤热忱与天赋。这段话的灵感也是源自电影主竞赛的结尾，原台词是电影应该何时结束，现在吗？在影院门口讨论电影的时候吗？或是第2天、1个月后，还是1年？或者在我们每次想到它的时候？有些电影以片尾字幕收尾，但另有一些
相信我永远也不会结束。我觉得我们能从电影主竞赛和他片尾的这段话做出2种不同的解读，一如主竞赛的故事所讲的，由电影之内延伸到电影之外的名利场，不停上演各种头破血流的惨状，永不休止，因而它不会结束。关于这种寓意，陈耳导演在金鸡奖的圆桌会议上被问到要拍一个什么类型的电影时，曾戏谑地提到过，他说可以拍一个颁奖典礼后台的众生相。他说的便是电影主竞赛中的主题，另一种解读便是陈耳导演在中国电影金鸡奖艺术品鉴中发文所说的那段话。他告诉我们，好的电影会被观众拿出来反复品鉴，这种灵魂和思想的东西会直延续下去。而王一博在探索心境中所说的电影是一种生命的延续，便是和陈耳导演的感悟一样，估计也是在喜业电影院里和导演一起拉片探讨的结果。电影和文学一样，能让观众看到人类灵魂的缝隙。作为电影的参与者，演员本身经历不同人生，体味不同情感，留下永恒影像，确实像一种生命的延续。好的电影会一直都在，好的演员也是。如果说好的导演的最高追求是拍出电影片尾字幕升起后依然被反复品鉴，让电影的灵魂和思想一直延续下去的作品，那么好的演员也是要参与片尾字幕升起后一旦幸存下去的电影成为能被人记住的好演员。就像导演所说的，能拍出这样的作品像是某种恩惠，值得参与者不管是导演还是演员更多的神圣思考热忱与天赋。那么我们先来说神圣，正是因为王一博懂得好电影的真正魅力，所以他不可能像有些年轻演员一样随便拍什么东西来填补空缺。作为内娱舞台天花板的王一博尚且不能忍受2个相似的舞台，更不用说会草率的花费3-5个月的时间去胡乱拍一个电影。因为他在电影学习之初便被告诉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在自己拥有相对自主权的情况下，自然审慎选择自己认为好的作品，并且为拍摄到极致的作品以及表现到极致而不断沉淀自己，并为此折服。尼采说，谁终将声震人间，必尝久身自缄默。任何人成就大事之前，必有相当长时间的自我积淀。王一博他沉得住气，静得下心，耐得住性子，蹲得下身子，笃定自己对艺术的追求，他日积月累的积淀，所以每一次出现都是名震天下的繁华。说天赋，什么是天赋型演员？就是努力有方向，提点有成效，是感受力超强，洞察力惊人，洞察力敏锐，对角色的理解以及入戏程度更快，是在还是新人时和极致的演员、极致的导演去碰撞，打磨到属于自己的极致。如果王一博不算有天赋，那什么才是有天赋？说热爱，什么叫热爱？就是体力透支，累到模糊，手上磨出血泡，还是乐此不疲的去攀岩。就像是在一个街舞的综艺节目休息的间隙，他还在跳来跳去，扭来扭去，让这个大神叫一招，去跟那个大神学一招。就像是憨憨的表示在剧组的收获，笑着说可以摸到梁先生的脸，就像是在创作中反复蹂躏情感以致痛苦，但还是会满足于自己所创造的角色，欣喜于自己每一步的成就。如果这不叫热爱，那什么才是热爱？说思考他的探索之旅，便是他的人生思考之旅。他是宏观的观察者，是细腻的感受者，他身上有持续探索的向阳性，不恐惧未知。他用逻辑分析黑暗，却用直觉去相信光明。他在浮躁环境中保持着自己稳定的情绪，在过程中寻找关于生命的答案。他在不断解构孤独，探寻生命真谛。他时刻感受生活，好中沉静且具有感染力。虽然思考并不一定是为了角色，但是我们知道，只有真正了解生命真谛的人，才能细腻地把控好角色。陈耳导演所说的那些名流影史的创作者所需要的审慎、思考热忱还有天赋，都那么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了王一博身上。再看主竞赛的故事，电影之内到电影之外，这个名利场无时无刻不上演着各种头破血流的惨状，连陈耳导演都调侃说要拍一个颁奖典礼后台的众生相。而王一博呢，从一个电影无名的上映就能看出他所面临的厮杀对他的围剿。他不是某圈某大公司的王子公主，没有人把大把的资源打包送到他面前，他只是一个以自身绝对实力为自己赢得如今一切的前途无量的年轻演员。他在别人制定的规则之下一步步坚定前行，一直努力做到极致，在比主竞赛还要艰难多倍的名利场中单枪匹马坚定前行，立志想要拍摄的是电影。片尾字幕升级后依然被反复评鉴，
让电影的灵魂和思想一直延续下去的作品，成为能被人记住的好演员。名利场会一直是那个名利场，演员王一博也永远是那个王一博。